美国准备与中国的海床战争，我们必须有回应手段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天少。近日，美国海军新闻报道称，美国海军花费51亿美元，将采购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的间谍型号，并被命名为弗吉尼亚海底和海底作战。该潜艇有望搭载专业的无人水下航行器、遥控机械和特种作战小潜艇，专门用于破坏各国的水下基础设施。这也预示着美国随时准备执行类似于破坏北溪天然气管道的行动。可以说，此类行动就是国家恐怖主义行径。这艘间谍型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有一个最重要的攻击方向：切割和窃听海底光纤通讯电缆。美国海军认为，在中美冲突中，海底电缆都是最容易受到攻击的。美军的潜艇携带的拦截探测器可以将特工部署到电缆的登陆站附近。海底电缆登陆站主要的作用是进行信号放大。美军利用专业设备捕获通过电缆发送的光来复制数据，而不会中断互联网流量。在美军需要窃听之时，稍微弯曲一下电缆，就可以让足够多的光泄露出去，从而让他们进行数据提取。由此而产生的中断非常难以被察觉，也就是说，其窃听行动很难被发现。要注意，目前没有哪个国家的海底电缆准备好了应对现代海底战争的挑战。海底互联网电缆被切断所造成的通信中断，可能会对时间敏感的金融交易、外交或军事通讯造成灾难性的后果。间谍型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的另外一个使命，就是在必要的时候切断中国与欧洲的光缆。据南华早报报道，中国在东海和南海建立了2个维护海底电缆的基地，计划于2023年投入运营。中国的和平电缆项目全长15000公里，连接着中国、欧洲和非洲，起于巴基斯坦瓜达尔港，途经肯尼亚、吉布提和索马里，止于法国。其2期扩建至新加坡和南非。这些线路都会成为美军这艘核潜艇的窃听和切断的目标。美军声称，台湾地区有15条海底互联网电缆，从其主岛上的3个登陆站连接到外部。中国大陆可能会在冲突的情况下攻击这些登陆站，从而切断台湾岛获取外部信息的途径，研制间谍型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，预示着美国在对华海床战争的道路上走出了关键的一步，也就是准备使用非对称手段窃听和破坏中国的海底光缆。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呢？首先，以欧洲国家联合起来制定不得破坏海底光缆的战争规则。虽然说这样的协议可能也就是一张废纸，但是有和没有对美国的战争决策约束力还是不一样的。其次，中国一定要有同等设备进行威慑。只要美国对中国的海底光缆进行破坏，我们就要让美国付出更高的代价。特别重要的是，一定要开发出能够窃听光缆的特种潜航器，因为窃听这种间谍行动，美国人不会受相关条约的约束而终止。最后，我们要提升对光缆登陆站的保护能力，其中最关键的是要改善预警能力，这就需要有一套保护光缆登陆站的作战预案。另外，一旦准备进行武统行动，解放军还必须具备切断台湾岛光缆的能力。这个该懂的都懂。总体而言，海底光缆未来如何保密，可是一个大麻烦。海底光缆登陆站的安全保障任重而道远。我们一定要反对在大国战争中对海底光缆进行破坏的行为，更需要有能力进行对等威慑。这个世界从来就没有绝对的公平，只要你的实力足够强，就有办法让美国人保持头脑冷静。好，今天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